显微镜追星到底是什么文化？以诚意粉丝群体为例，聊透它。行，今天咱们聊个轻松的，但聊着聊着你会发现，它其实一点都不轻松。事情是这样的，前2天我在咖啡馆，本来是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结果他迟到。我闲着没事就刷手机，刷到一条帖子，一个粉丝密密麻麻写了一大段，我说真的，那个篇幅比我做这期视频的稿子还长，在分析诚意某部剧里一个就几秒钟的镜头。那个镜头里，他的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手怎么动的，手指怎么收的，为什么这么动，这个动作跟前一场戏有什么呼应？我当时端着咖啡，就那么愣住了。咖啡都凉了，我都没喝。朋友来了，问我看啥呢，看得这么入神。我说我在看一个人怎么把一个3秒的镜头拆成了一篇论文。他凑过来看了2眼，笑了，说这粉丝是真有空。但我没笑，我反而心里咯噔了一下，因为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你得是多喜欢一个人，多熟悉他的作品，才能从一个几秒的镜头里看出这么多东西来。这背后藏的根本不是有空2个字能解释的。所以今天这期咱们不聊八卦，不聊那些乱七八糟的，咱们聊一个文化现象，就是这种我们饭圈里管它叫显微镜式追星的东西。你猜怎么着？我越琢磨这个事儿，越觉得有意思，越觉得它能解释很多东西。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叫显微镜追星？咱们一层一层来，先说最表面的，你能直接看到的那一层。所谓显微镜，就是字面意思，粉丝拿着放大镜，一帧一帧地看自己偶像的作品。一个镜头反复看，一句台词反复听，连背景里一闪而过的，导演自己可能都没注意到的细节都不放过。在饭圈，这有个更专业的词叫考古。考古什么呢？早期的作品，10年前的采访，出道前某个不起眼的小舞台，某次活动上一个一闪而过的表情，全翻出来，重新研究，重新解读，重新排列。老粉应该懂我在说什么哈。这事儿其实在每个大的粉丝群体里都存在，绝对不是诚意家独有的。你去看任何一个作品多、角色多的演员，他的粉丝多多少少都干过这事儿。区别只在于，有的演员，你就算想考古，翻来翻去也没那么多东西可挖，挖2下就到底了。而有的演员，粉丝是越挖越上头，越挖越发现底下还有东西，挖都挖不完。诚意明显属于后面那一种。这里我得插一句啊，我不是100%确定每一个细节的时间点，很多是凭印象说的，有错欢迎评论区指正，我下期改。但有一个大方向，我可以拍胸脯保证，这些年他的作品，角色的跨度是真的大，从古到今，从飘逸到硬朗，给粉丝留下的可考古空间是实打实地宽。好，这是第一层，你看到的现象。但光看现象没意思，咱们往下走。重点来了，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文化？这事儿不会凭空出现，对吧？媒体一般怎么处理这个话题？笑笑，一句粉丝太闲了就打发了。错，我跟你讲，大错特错。你得把它放回这个时代来看。我们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流量时代，内容爆炸的时代。每天有海量的信息往你脸上糊，铺天盖地。一个明星今天还挂在热搜第1，明天早上起来一看，已经被3条新的热搜给冲下去了，没人记得了。在这么一个一切都快，一切都浅，一切都留不住的环境里，一个真正喜欢某个人的粉丝，他最想要的是什么？是参与感，是一种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是真的懂他的，扎扎实实的连接感。你光说一句我喜欢他，太轻了，飘的，谁都能说，说了跟没说一样。但你要是能说出他在第几集、第几分钟，那个转头的瞬间，那个眼神里有一层是给对手戏的，还有一层是留给观众的，这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是一种深度的 investment 式的爱。粉丝是把自己的时间，把自己的心思，把自己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真金白银的投进去了。说白了，翻译成人话就是显微镜追星，本质上是粉丝在用一种最笨但也最真诚的方式
说一句话，我是真的认真地一针不落地在看你的东西。但是这里有个前提，而且是个特别关键的前提，我必须得说清楚。那就是你的作品得经得起这么看啊。你想想这个逻辑，一个镜头你看1遍觉得还行，看10遍开始觉得有点出戏，看20遍发现底下全是破绽，全是空的，那粉丝拿显微镜照啥呢？照出来的全是尴尬，越照越想关。可有的镜头不一样，你看1遍觉得好，看10遍发现哦，原来这儿还有个细节，看20遍又发现原来这个细节是为后面那场戏埋的，越照越有东西。这恰恰说明演员在那个镜头里给的信息足够密，足够厚。作为粉丝，我当然有我的偏爱，这个我不否认，我大大方方承认。但这一条判断，我觉得是公平的，是经得起推敲的，能经得起显微镜照的人本身就不简单。这不是粉丝滤镜，这是基本的常识。好，说到这儿，我得停一下，因为我知道弹幕里、评论区里肯定已经有另一种声音了。这个我先说清楚啊，别误会，下面这一段不是我的观点，我是帮大家把反方的声音客观的整理一下，你一定要听完整再判断。有人说显微镜追星太过了，这是一种过度消费，把人当成标本在研究，甚至有人说这种追星方式本身就不太健康。怎么说呢？这个说法我得承认，它不是完全没有出发点的。任何事情一旦走到极端都会出问题，这是常识，我不抬杠。但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如果你把这个现象放回他所处的那个大背景里去看，你会发现一件事，这根本就不是某一个特定粉丝群体的问题，这是流量时代的一个结构性产物，是这个时代的玩法本身，是这套机制在逼着每一个深度粉丝不得不往更细、更深、更专的方向去走。你今天讨论的根本不是诚意的粉丝，你把主角换成任何一个高关注度的演员，结论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用改。这不是哪一个粉丝群体能左右得了的事儿。而且我得替很多粉丝说句公道话，我这些年接触下来，大部分粉丝其实是有边界感的，他们的细致落点是在作品上，在角色上，在演技的拆解上，是带着善意、带着欣赏、带着学习的心态去的。这种我个人觉得真的不该被一棍子打死。行，反方的声音我整理完了，现在回到我自己的判断哈，这种参与感是真实的爱。他笨，他慢，他在外人看来甚至有点傻，但他真诚。这一点我不会让步。那么我们来到最后一层，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层，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我跟朋友聊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显微镜追星这个现象，它其实是一个演员长期价值的非常隐蔽的一个侧面指标。你顺着我的思路想啊，一个能让粉丝持续考古、持续有新东西可挖的演员，本质上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内容厚度在不断增加。他要是10年如一日，永远演同一种角色，同一个套路，同一张脸，粉丝早就挖完了，挖到没东西可挖，新鲜感一过，自然就散了，这是规律。但程毅这些年，从仙侠那种古典的、清俊的、飘逸的形象，一路拓展到后来更硬朗、更有力量感的戏路。我记得他为某个角色认真备战，闭关下了挺长一段苦功，具体多久我就不在这瞎说了，免得说错，但反正是真真切切下了功夫的，这一点错不了。我得赶紧补一句，免得被误解，我不是说戏路一宽就一定演得好，这是两码事，戏路宽和演得好之间没有等号，咱得实事求是。我想说的是，戏路的拓展给了粉丝越看越有新东西的底气，每开拓一个新方向，就等于给粉丝手里的那台显微镜递了一片全新的值得重新研究的样本，这是一个良性循环。我每次看到他出一个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新角色，那个粉丝群里热闹的劲儿，哎呦，群里直接就炸锅了，大家都在那儿截图、分析、对比，跟过去的角色做考古连线，那种感觉
怎么说呢，是一种活的、有呼吸、有生命力的社群。这种凝聚力对一个演员来说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资产。用炒股的话说，这叫什么？这叫长期价值股。它不靠一时的虚的热度，它靠的是时间，是一年一年慢慢沉淀下来的厚度。短线的人看不懂它，但懂行的人知道，这种东西最抗跌，最长久。懂它的人会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你看，咱们从一个咖啡馆里的下午，一条偶然刷到的帖子开始，绕了一大圈，聊到了流量时代，聊到了参与感，聊到了一个演员真正的长期价值。现在回到我最开始抛出来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粉丝愿意把同一部剧看100遍？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因为在那一帧一帧的画面里，藏着的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演员的演技，还藏着粉丝自己投进去的时间，自己的青春，自己那一份说不出口，但又特别认真的喜欢。显微镜照见的，从来都不只是台上那个偶像，照见的，也是那个愿意为他停下来，愿意为他一帧一帧倒回去，认真看的自己。这种细致的、笨拙的、不张扬的爱，我觉得值得被看见。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各位要是也干过显微镜追星这种事儿，评论区聊聊呗。你为哪一个镜头反复回放过？又是哪一个瞬间让你愿意停下来，认真的看？咱们评论区见。